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乐龄养生，我王明杰。你知道吗？就在今年，美国移民局悄无声息地铺开了一张大网，目标明确得很，就是要严查那些滥用福利的绿卡持有者。这事儿听着可能离你很远，但那种秋后算账的含义，已经让不少华人家庭寝食难安了。最吓人的是什么？是很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上了重点关注名单，还觉得只要绿卡在手里就万事大吉，直到某天入境被请进小黑屋，或者突然收到移民局的听证会通知，才恍然惊醒，但往往为时已晚。今天我就想以咱们自己人的角度，跟你把这件事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移民局到底在查什么，他们是怎么查到你的，而你又该怎么提前筑好防火墙，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身份。咱们不唱高调，就说实在话。在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辛辛苦苦拿到绿卡之后，是不是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移民局不会再怎么管你了？如果你心里答案是对的，应该不管了，那我必须得说，朋友，这个想法在2025年的今天，可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移民局对绿卡持有者的关注和监管，比你想象的要严密和持久得多。特别是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整个移民执法的风向已经变了，力度、精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直接切入最核心的主题，移民局这次大动干戈，清查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简单概括就是4个字：福利滥用。但这个词儿具体指什么呢？他们主要盯着的是那些一边享受着美国政府提供的各种福利补贴，一边却又长期不在美国境内实际居住、生活和履行居民义务的绿卡持有人。在执法者眼里，这种行为模式已经构成了占用公共资源却不承担相应责任。用他们的话说，这不符合永久居民身份的初衷，是对美国纳税人体系的一种不公平消耗。你可能会立刻反驳，我从来没想过占便宜，我申请的福利都是合规合法的呀。是的，我相信绝大多数朋友的本意都是好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很多情况下，合规合法的申请，如果与你实际的生活状态不匹配，就会在移民局的审查框架下被重新定义，变成滥用。你不信？那我给你讲2个就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血淋淋的真实例子，听完你可能就懂了。第一个案例是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经历，我们就叫他李凡吧。李凡大哥拿到绿卡有7、8个年头了，在美国没有固定工作，家庭经济主要靠他太太支撑。前2年，他因为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就按照程序申请了医疗补助，这本身完全合理。但与此同时，在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建议下，他又申请了 SSI， 也就是补充保障收入，每个月能收到大概900多美元现金。这笔钱对于他家来说确实缓解了一些压力，关键问题出在他的居住安排上。李凡在国内还有年迈的父母和一点小生意需要照顾，所以他每年在美国实际居住的时间加起来不到4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他内心一直秉持着一个老观念，只要别一次性离境超过1年，每年回来露个面，绿卡就稳如泰山。结果2025年春天，他像往常一样返美时，在机场入境关口直接被官员拦下，带进了2次检查室。海关官员面无表情地调出他的出入境记录和福利领取记录，2项对照，白纸黑字显示，过去3年里，他累计有超过20个月的时间人不在美国，但 SSI 的款项月月准时到账，从未间断。官员盯着他，直截了当地问，先生，记录显示你超过2/3的时间居住在美国境外，请问你为什么持续领取旨在帮助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低收入居民的现金福利？你的生活重心到底在哪里？你如何证明你是一名真正的美国永久居民？李凡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支支吾吾解释不清。在那种高压、孤立的环境下，经过几个小时的盘问，他精神几乎崩溃，最后在官员递过来的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后来他才知道，那是 I-407 表格，
自愿放弃永久居民身份声明书。虽然后来他花了巨大代价聘请律师试图上诉，但程序极其艰难，耗费数万美元律师费后，身心俱疲，最终也没能挽回绿卡身份。一个7-8年的身份，就因为福利与居住的脱节，在几个小时内化为乌有。第二个案例更具代表性，涉及一个家庭，这家人通过亲属移民通道，一家5口都成功获得了绿卡。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找工作非常困难，家庭收入微薄。于是，在社福机构的帮助下，他们开始申请各种政府福利。父母因为年龄和身体状况申请了 SSI， 还在上学的孩子顺理成章地享受了学校的免费午餐计划和医疗补助，全家还领取了食品券以购买基本食物。单独看每一项，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都是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救助。然而，当移民局的数据分析系统把这些信息汇总到一起，在对比他们的出入境记录时，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浮现了。这个家庭在拿到绿卡后仅仅1年多，就整体返回了中国，之后只是严格遵守每半年入境一次的规则，每次停留几周以维持绿卡有效性。与此同时，他们在美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主动收入，却持续接收着多项福利支持，其中 SSI 还是现金形式。在移民局的评估模型里，这已经构成了典型的公共负担嫌疑，即主要依赖政府援助维持生活，且缺乏在美国永久居住的真实意图。2025年清查行动开始后，他们很快被系统标记为高风险个案。不久，家里主申请人的信箱里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移民局的正式通知，要求其携带所有证明文件，出席一个关于其永久居民身份资格的听证会。整个家庭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不确定性之中。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脊背发凉。同时，一个巨大的疑问也随之产生：美国这么大，移民局有那么多人手吗？他们怎么能如此精准地找到这些个案？难道真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引出了我今天要跟你讲的第3个，也是技术层面上最令人瞩目的重点——跨部门大数据监控网络。到了2025年，经过多年的系统整合和法律授权，美国政府关键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已经被极大的打破。移民局现在拥有相当的权限，可以相对直接地调取和比对来自多个核心数据库的信息。这些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你从社会安全署领取福利的详细记录，你每年向国税局申报的税务记录，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掌握的每一次出入境精确时间，社会安全号码相关的就业与信用活动，甚至在必要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获取的银行账户流动概况。可以说，只要你的行为触发了审查机制，移民局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勾勒出你过去5年甚至10年在美国的生活与财务轨迹，一目了然。其中，社会安全署的福利发放数据库和国土安全部的出入境数据库的联动比对，是目前最高效的筛查工具。系统可以自动筛选出那些福利领取记录持续活跃，但同期出入境记录显示长期离境的人员名单。这套系统的严密性甚至到了偶尔矫枉过正的地步。2025年4月，媒体就爆出社会安全署因系统错误误将超过6000名移民的状态标记为死亡，导致他们的福利突然中断，工作许可失效。虽然事后可以纠正，但此事足以让我们警醒，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数字系统监控之下。它可能不完美，但它的存在和威力是真实的。那么，在这种技术加持下，移民局现在的执法策略是什么呢？他们不再是大海捞针，而是精准狙击。具体流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后台的数据分析系统会根据预设的算法模型，自动筛选出高风险人群名单。这份名单会下发给各个入境口岸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名单上的人尝试入境美国时，系统会自动提示，官员便会将其请到2次检查室进行重点审查。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基于已有数据的深度质询。如果质询中发现疑点得到证实，
官员有权当场启动吊销绿卡的法律程序。这种模式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秋后算总账能力。你可能过去很多次入境都平安无事，但只要有一次被系统标记并审查，你过去数年的所有相关记录都会被翻出来，作为判断你整体行为模式的依据。移民局看的不是你某一次是否违规，而是通过长期数据判断你是否在系统性利用规则漏洞。这里我必须展开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也是很多朋友的知识盲区。根据移民法，绿卡持有人如果离境美国连续超过1年，其绿卡将被视为自动放弃。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离境超过6个月但不满1年，虽然不会导致绿卡自动失效，但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即推定你可能已放弃了永久居民身份。当你再次入境时，举证责任落在了你身上，你必须向海关官员提供有力证据，主动反驳这个推定，证明你仍有将美国作为永久居住地的真实意图。这个证明过程绝非你口头说我爱美国，我打算常住就能应付的。官员会像侦探一样，从各个角度提问来验证你的说法。你这次为什么离开这么久？在美国有固定工作吗？有房产或长期租赁的住所吗？直系亲属是否在美国生活？你过去几年是否按时在美国申报全球收入所得税？你是否在美国有活跃的银行账户、信用卡、驾照？如果你的回答是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家人都在国内，每年报税是零申报或者没报税，但却一直在领取美国的 SSI 现金福利，请你站在海关官员的角度想一想，你会得出什么结论？结论很可能是，此人无意在美国长期定居，保留绿卡只是为了维持一个便利的旅行身份，并附带获取本不该享有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完全有权认定你已失去永久居民资格，并启动程序收回绿卡。虽然法律赋予你要求上移民法庭由法官裁决的权利，但现实是，很多人在海关狭小封闭的房间里，面对身着制服的官员的连续施压和讯问，会感到极度恐惧和无助，最终可能在误导或压力下签署那份致命的 I-407 表格。一旦白纸黑字签下名，就等于主动放弃了所有法律抗辩权利，事后想翻案难于登天。所以我在这里用最郑重的语气提醒各位，无论海关官员如何劝说、施压，甚至暗示你签了字就没事了，都绝对不要轻易签署 I-407 表格。你的正确回应应该是，我要求联系我的律师，或者我要求见移民法官。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核心权利，必须坚守。说到这，估计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七上八下，不断对照自己的情况了。别慌，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降低风险。我给你梳理几条可操作的建议，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条条对照。第一，关于福利与居住的权衡，必须做出清醒选择。如果你目前正在领取 SSITANF 这类直接的现金福利，而你又因为家庭、生意等原因需要频繁或长期回国居住，那么你实际上正走在一条高风险钢丝上。你必须做一个现实的选择，要么评估你是否真的符合这些福利的长期领取条件，并减少离境时间，确保每年在美国居住超过6个月成为常态；要么为了保全绿卡身份，主动停止领取这些现金福利。试图两头战的策略，在当前的执法环境下，风险极高，相当于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第二，实质性的维持在美国的居住联系。永久居民的核心是居住，移民局判断你是否真诚居住，看的是一系列客观证据。每年住满6个月以上是一个很强的积极信号。如果确有不可抗力的原因需要离境超过6个月，务必在离境前申请回美证。回美证的作用不是护身符，但它能向移民局表明，你此次长期离境是事先报备、有正当理由的临时行为，而非意图放弃永久居住。同时，尽一切可能在美国建立并维护你的生活痕迹，保留或租赁一个固定住址，
持有有效的美国驾照，保持美国银行账户的活跃使用记录，拥有美国信用卡并正常消费还款，购买美国的汽车保险、健康保险等。这些看似琐碎的文件，都是你与美国存在紧密联系的铁证。第三，依法履行报税义务，这是雷打不动的底线，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作为美国永久居民，根据美国税法，你通常被视为税务居民，负有向美国国税局申报其全球范围内所有收入的义务。无论你人住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你的收入是来自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每年都必须按时提交美国联邦税表，即使你的收入很低，达不到缴税标准，也需要进行申报。连续多年的报税记录是向移民局证明你严肃对待居民义务，遵守美国法律的最有力文件之一。反之，长期不报税会被移民局直接视为放弃居民义务的重要证据，可能单独构成吊销绿卡的理由。第四，对福利类型要有风险意识，优先申请非现金类福利。如果你家庭确实面临经济困难，需要社会帮助，应优先考虑申请那些非现金或实物福利，例如医疗补助、食品券、住房补贴等。这些福利虽然也在政府记录中，但在当前的公共负担评估和福利滥用审查中，其风险权重通常低于直接的现金补贴。像 SSI 和 TANF 这种每月直接发放现金的福利，因其性质直接，易于追踪，在审查时也最为敏感。除非你确定自己将长期稳定的在美国生活，且完全符合领取资格，否则应极为慎重。第五，保持清醒，关注政策动态，不要活在过去的认知里。2025年的移民环境与几年前已大不相同。一个明确的信号是，2025年3月26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对部分类别的绿卡申请进行暂停处理，以进行额外的审查和背景调查。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移民审查的关口不仅在事后，也在事中，整个链条都在收紧。更重要的是，公共负担规则已强势回归。这项规则要求，在申请绿卡或某些移民身份时，移民官必须综合评估你的年龄、健康、家庭状况、资产、资源、财务状况、教育技能，以及是否曾领取某些公共福利等因素，以预测你未来是否可能主要依赖政府维持生活。收入低、资产少、教育技能不足、已经依赖福利的申请人很可能因此被拒。而且，请注意，这项评估不仅针对新申请人，对于已经离境较长时间的绿卡持有人，在重新入境时，海关官员也可能援引类似原则，评估你是否因长期离境和依赖福利而可能在未来成为公共负担，从而质疑你居民身份的持续性。我知道，讲到公共负担，有些通过庇护获得绿卡的朋友会松一口气，因为庇护绿卡在申请时通常豁免公共负担审查。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但请务必注意2点。首先，这个豁免一般仅适用于你最初通过庇护途径获得绿卡的过程。其次，也是更关键的，豁免公共负担不等于豁免所有审查。如果你作为庇护绿卡持有者，也出现长期离境美国，同时领取大量福利的情况，移民局依然可以依据放弃永久居住意图等其他理由，对你进行审查，并可能吊销你的绿卡。福利记录依然是审查中的重要参考信息。我们必须彻底抛弃一个过时的幻想，只要我不犯法，移民局不会来找我麻烦。在2025年强化执法的背景下，这种被动思维是危险的。当局展现出了更强的主动稽查意愿和能力。除了移民局自身的行动，像外国人登记令这类扩大执法权限的措施，虽然主要针对无证移民，但也营造了一种对所有非公民加强身份核查的整体氛围。在这种环境下，绿卡持有者随身携带身份证明已成为一种必要的谨慎。我还要提醒你几个可能导致绿卡被吊销的隐形陷阱，这些常常被忽略。刑事犯罪，这无需多言，重罪必然导致缔结，但即使是某些轻罪，也可能触发移民法上的严重后果。移民欺诈，任何在获取绿卡过程中的虚假陈述、伪造文件、
一旦被揭露，绿卡将被撤销，且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和终身禁止入境的惩罚。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从事间谍活动等，绿卡会立即失效。在特定外国军队服役，如果你自愿在某个被美国视为敌对或敏感国家的军队中服役，可能会影响你的绿卡身份。错误行使投票权，绿卡持有人没有在美国联邦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如果你错误地进行了选民登记并投了票，此举可能被视为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的虚假陈述，后果极其严重，可直接导致绿卡被吊销并被驱逐。归根结底，绿卡中的永久二字并非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承诺，它授予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可以因特定行为而被撤销的居住特权。要真正保住它，核心就在于你要像一个真正的、诚信的永久居民那样去生活，把你的生活重心、家庭纽带、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实实在在地建立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履行你的法律和税务义务。在需要社会帮助时，谨慎、合规地使用福利系统，并确保自己的行为模式经得起推敲。如果你对自己的某些历史记录或当前做法心存疑虑，强烈建议你付费咨询一位信誉良好的专业移民律师，进行一次全面的情况评估。律师可以根据你的具体细节，给出量身定制的风险分析和行动建议。这笔咨询费，相较于身份丢失后无尽的麻烦、高昂的上诉成本和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是一项极其值得的投资。如果很不幸，你已经收到了移民局的质询信或听证会通知，那么立即寻求律师帮助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切勿自己胡乱回应。记住，在移民这件事上，无知和侥幸是最危险的敌人。只有主动了解规则、敬畏规则，并让自身行为与规则要求保持一致，才能获得长久的安全与安心。好了，今天的话题非常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或者可能帮助到你身边的朋友，请务必点个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乐龄养生，把这些知识分享出去，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帮助他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身份危机。我是王明杰，咱们下期再会。